台湾房屋的现况。据主计总处每10年的空屋普查，2020年闲置空屋数创新高，来到166万户，其中拥有非自住房屋的人数从2015年的33.6万人，成长至2021年的50.2万人，而持有房屋的总数也从54.6万户成长至69.7万户，其中持有10户以上的家户共有2145户，总共持有36456间房屋，平均一个人就拥有17间非自住的房子。从数据上来看，每年有越来越多人持有非自住房屋，而且持有的总数还越来越多。奇怪的是，明明有那么多空闲房屋，但是房价却还是越来越高，这就也说明了房屋的存在早就不再是为了供需考量，甚至早就供过于求，而是一种金融商品，吸引有心人士去投资赚取暴利，也因此造成很多非常严重的问题。大家好，这个频道是针对高房价所产生的各种问题，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。有对这种病态的现况感同身受的话，请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严重少子化，台湾人口从2020年开始进入负成长，到了2021年，生不如死的情况更加严重。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都发布报告指出，在全球国家地区中，台湾出生率排名敬陪末座，每人平均将生育出约 1.07 个新生儿，比起南韩的 1.09以及香港的 1.22 都还要低。少子化影响层面非常深远，首要冲击就是民生经济，因为人口变少，市场规模会逐渐越变越小，各行各业能赚的钱当然也就变少。再来，由于劳动市场欠缺足够的人力，导致企业产能不足，影响竞争力，进而弱化营运效益与利润，直接影响员工薪资停滞不前，最终影响大众的消费意愿，甚至是根本不敢消费，如此一直恶性循环下去，严重阻碍经济成长。其次，少子化还会让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更加严峻，政府对人的社会、长照、健保与年金支出将持续扩大，届时政府的财政收支将加困难，只能不断透过加税来弥补。可预见，未来每个人要扛的税负负担只会日益沉重，每月辛苦的薪资很可能会被增加的税负和社会保险费给吃光光。在这情况之下，只会让年轻人更加没有余力生养小孩。现在的低生育率只会导致下一代人的低生育率更低，从而造成人口的螺旋式下降。将来所有人的生活都将只会越来越辛苦，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巨大风暴中逃离。不是不愿生，而是不敢生。造成严重少子化的问题，是因为大家对于经济生活有所顾虑，大多数人不是不愿生，而是不敢生，其中又以高房价、薪水太低、工作时间过长、托育负担及教育费太高等5大因素为普遍不敢生的主要原因，其中又以不断上涨的房价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元凶。高房价是如何导致低薪？关键就在于房价越高，房屋租金也就会跟着一起变高。公司因为房租成本太高，严重压缩了获利，还要担心未来房东用房价高涨的借口来涨租金，企业主更难以对员工稳定加薪，也无法聘请更多员工，这就导致员工长期低薪与工作负荷量越来越重，工作时间也就越来越长。其次，买房者所需要的贷款也会不断变高，一般民众的薪水付完房租、房贷后，往往都剩不多，自然不敢轻易消费，有些甚至是完全不消费，也就意味着企业盈利只会越来越困难，自然也无法给员工更高的薪资待遇。在如此恶性循环之下，低薪也就成为了普遍现象。紧接着，由于薪水太低，导致许多人为赚更多钱，除了每日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之外，假日甚至是还要另外兼差工作。大多数的家庭也必须是双薪才能维持基本开销，夫妻双方都要工作，工时又长，就会产生各种托婴、育儿的麻烦问题。最后，身为父母的因为深知赚钱不容易，自然就不希望孩子们未来和自己一样辛苦，
在教育小孩上就会愿意花更多的金钱和资源，引导孩子们去追求更高的能力及学历，期盼他们能有更好的未来。于是就产生各式各样的补习风气，造就现在养小孩需要很多教育费用的主因。经由以上分析，可以得知不断上涨的房价就是最终造就少子化的罪魁祸首。当大家都感觉到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时，能够养活自己就已经是很庆幸了。当然不可能会考虑生小孩，少子化的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。反观过去4、5年级的年代，一人薪水就可以买得起房，甚至养得起全家，另一人就可以专心在家带小孩，自然就不会有少子化的问题。当时甚至还有生一个不嫌少，生2个恰恰好的口号。政府的责任，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政府的问题，政府必须要负起全部的责任，一般人根本就改变不了，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无奈的事实。的确，这是政府长久以来政策所导致的结果，政府一定也知道少子化的严重性以及问题根源。但以目前房屋持有率结构来分析，有近80%的人至少拥有一房，其中约有1成的人更是拥有好几间甚至几10间以上的房子。这些人大多数是有钱有势的，他们甚至是可以操控政府的决策。其次，政府也担心房价要是崩跌，会让近80%的拥房者受到资产上的损失，庞大债务会拖垮银行系统，更可能会造成骨牌效应，造成整个国家的经济危机。于是乎，政府受制于各种压力，根本就不敢做出真正能有效抑制房价高涨的办法。这也就解释为什么不论换哪个政党执政，也无法解决高房价的问题，但也因此让有心人士更加肆无忌惮地炒房及囤房。釜底抽薪。那么我们只能眼睁睁看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吗？当然不。想要彻底解决高房价的问题，让我们的将来有希望，下一代有未来，只有从最根源的源头来解决。而这个源头就是大家要将房屋是资产观念彻底改掉，重新改回生活必需品。请想想看，如果卫生纸的定位是资产，你是不是就会开始舍不得用它？是不是就会有人去抢夺囤积？卫生纸的价格就只会水涨船高，最后结果肯定也是大多数的人都买不起卫生纸了。然而就是因为它的定位是生活必需品，所以政府就会严格去控制，抑制其价格涨势，必须要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才行，不然就会引发人民抗议与暴动。食衣住行应该全是基本民生必需品，又为什么只有房屋是资产的定位呢？因此可以说，造成房价只会越来越高的根本原因，就是长久以来被洗脑要把房屋当资产投资的观念。所以大家要改掉房屋是资产的观念，要让房屋回归是用来住的民生必需品。只有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想法，才能凝聚集体共识，更多的集体共识就会扩大成为社会共识，自然就会形成社会规范去抵制炒房囤房的行为，最后政府才会为了选票顺应民意去立法解决，这才能真正解决房价的问题。具体做法，建立以租代买的观念。前述提到台湾房屋自有率高达80%，主要是由土私有财观念根深蒂固，许多人努力工作拼买房，即便失去生活品质也在所不惜，但这也就刚好落入那些房价利益者的圈套，他们认为永远会有人接手，当然就会肆无忌惮的炒房、囤房，甚至到处拉高房价，房价越高他们越开心。反之在德国，则是超过60%的人租房子，在他们的眼里认为房屋是民生必需品，不应用来炒作获取暴利。不论是租客或是房东都有相同的观念，可说是全民共识，也因此他们的政府就会设立法来遏制炒房、囤房的行为，甚至是限制房租涨幅来保障租屋族的权益，抵制投资炒房、囤房者。这些靠炒房、囤房赚取暴利的既得利益者们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厉害的投资眼光，而是靠各种洗脑术不停地鼓吹他人追高，即使牺牲生活品质也要扛巨债来买房，
好让他们有赚不完的暴利。这无疑是一种恶质的自私行为，更造成一大堆的问题，导致严重少子化，最终更有可能演变为国家存亡危机。再者，这些垄断房市资源的炒作囤积者，实质上并未对社会做出贡献，却分得了房价上涨过程中最多的利润。这是件极度不公平的事，理应被社会大众给唾弃及抵制。想想看，过去曾有过的水果店坑杀外国游客赚取暴利的案例，社会各界就会相继抵制甚至检举，要让他关店受到教训，这远比政府法令来得有效。然而我们为什么却对高到离谱的房价只能默默忍受呢？可能有人会说，就算房价低，也不一定能提高生育率。没错，确实如此。造成少子化的原因还有很多，但要知道，决定生小孩的过程是一个评分量表。假设至少要有8分才会想生孩子的话，那么高房价所造成的一堆问题，肯定就先扣掉5分了。本集重点回顾：全台有超过100万以上的房子没人住，却还看到一堆地方在盖新房，这表示房子已经是炒作囤积的商品。房价当然只会越来越高。高房价是造成低薪、工时长、托育负担大及教育费高的元凶，最终导致少子化的恶果，更可能导致国家存亡危机。政府已是骑虎难下，根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。大家要让房屋回归生活必需品定位，建立以租代买的观念，不让投资客有赚暴利的机会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影片结尾，非常感谢看完这集影片的各位朋友们。也许你的内心会想说，要让房子回归生活用品，那是不可能的任务。这也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心声，所以他们无所惧。但我们又不是既得利益者，为什么要遵照他们的游戏规则呢？虽然世上没有绝对的平等，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和命运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，不让他人主宰我们的生活和人生。小虾米的力量虽然薄弱，但要是集合起来，绝对可以胜过大鲸鱼的。如果认同本集内容，请按赞订阅，并且留言你的想法，这可以让 YouTube 演算法将这影片推广给更多人知道，以凝聚更多的集体共识。下一集，高房价所造成的问题，房贷扛到怀疑人生。